人类母亲生育孩子的过程是非常痛苦和艰难的，但是这并不代表我们的母亲是地球上唯一需要经受这种痛苦的母亲。在自然界，有许多动物生孩子的经历可能更加痛苦，有时候往往需要经历非常极端的生育状况才能生下他们的孩子。这里是万物灵，欢迎关注熊探长，带你探索有灵万物。想象一下，如果一个100斤的妈妈要生下一个20斤重的婴儿，是什么概念？这个重量相当于3倍人类新生儿的体重，光是想想都觉得疼吧。但这就是 Kiwi 鸟妈妈生育宝宝的常规操作。Kiwi 鸟学名玉驼，又叫奇异鸟或者无翼鸟，是新西兰的国鸟。在不会飞的鸟类中，它是体型最小的。然而，相对于自身的体重而言，它产下的蛋相当于自身体重的1/5，是所有鸟类中最大的。我们可以看到，成年无翼鸟体长只有25厘米，而它的蛋大小居然都快赶上自己的身体了。鸵鸟的蛋虽然重达1.5公斤，但是仅仅是鸵鸟体重的1%罢了。然而，尽管看上去很吓人，但实际上生产巨型蛋的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。虽然生产过程痛苦，但是 Kiwi 鸟生成这些巨型蛋所需的能量其实并不多，只需要用自身储备的能量就可以了。而且巨型蛋提供了丰富的营养，使得孵化出来的小 Kiwi 鸟高度早熟，一出生就有羽毛，就能睁开眼睛，1周内就能自己觅食，还能更好的躲避掠食者，倒也是为鸟妈妈省了不少事儿。和 Kiwi 鸟情况相同的还有澳大利亚的松果蜥蜴，但是和松果蜥蜴相比， Kiwi 鸟就有些小巫见大巫了。松果蜥蜴广泛分布于澳大利亚，是自然界中少有的奉行一夫一妻制的动物。它们的一生只与一个伴侣交配，温柔专一，对伴侣不离不弃。尽管是爬行动物，但是它们并不产卵，而是直接生下小蜥蜴。松果蜥一胎通常能诞下2到3只发育完全的小蜥蜴，小蜥蜴加起来的重量能够占到雌雄蜥蜴体重的1/3，相当于人类母亲直接生下一个7岁的宝宝。和 Kiwi 幼鸟一样，小松果蜥蜴生下来很快就能独立生活了。豪猪浑身锋利的尖刺能够很好的保护它，远离捕食者的袭击，但是对于正值生产的豪猪妈妈来说，却不是一件好事。豪猪宝宝不像大多数啮齿类动物那样，出生时没有毛，它们一出生就浑身布满毛发了。此时这些毛发还很柔软，要等到小豪猪出生几个小时后才会开始变硬。但如果小豪猪出生时，在妈妈产道里的朝向是逆着毛发生长方向的话，就会很容易把毛发卡在妈妈的产道里，等到毛发变硬，就会容易引起并发症，导致豪猪妈妈的死亡。豪猪浑身尖利的刺是一把双刃剑，虽然能隔绝敌人，但是也意味着靠近同类时需要很小心的把握距离。因此，心理学有个名词叫做豪猪效应，用来形容人际关系，强调人与人之间应该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，不论多么亲密的关系都应如此，这样才能既满足需求又不伤害彼此。被人调侃成社会平头哥的蜜獾，以人狠话不多，不服就是干而闻名于动物世界。事实上，在澳大利亚的塔斯马尼亚州，也有个獾字辈的大哥，脾气和战斗力都完全不输平头哥，他就是袋獾。袋獾天天以打架为乐，还特别喜欢发出独特的尖叫声，方圆10公里外都能听得到。当地人称他们为塔斯马尼亚的恶魔。袋獾妈妈在生产时倒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危险和痛苦，但是对于袋獾宝宝们却是一场严酷的生存考验。因为袋獾妈妈一次性可以生下30只袋獾宝宝，每只都只有葡萄干的大小。这些超级迷你的小家伙必须自己从妈妈的产道里跑出来，然后在妈妈身上翻山越岭，最后进入到妈妈胸前的育儿袋里。如果只是一出生就需要运动，倒也没有什么。但是袋獾妈妈的育儿袋里只有4个乳头，意味着30个兄弟姐妹里只有4个袋獾宝宝能活下来。所以从出生开始，小袋獾们就在为他们的生命疯狂冲刺，以免自己输在人生的起跑线上。
裸鼹鼠是一种长相非常丑陋，像是外星生物的物种，而雌性裸鼹鼠一生争夺的属后地位，也只是为成为生孩子的机器。裸鼹鼠分布在非洲肯尼亚、埃塞俄比亚等地，它们以一种在脊椎动物中很少有的殖民地状态进行群体社会生活。族群中除了属后和几只负责交配的雄鼠，其余老鼠全是公鼠。它们活着的目的就是工作，为整个族群和属后工作。因为属后是整个族群里唯一可以生育的雌性，它的任务就是繁衍后代。这不就是生孩子的机器吗？当生孩子变成了一种任务，取代了亲子关系的幸福感，这无疑是一种悲哀，也是一种莫大的痛苦。然而，女王的位置却是雌性裸鼹鼠争夺的对象。只要任何一只雌鼠杀死现任的属后，就能取代她成为新一任的王后。一旦她成为女王，就会开始生孩子，一次大约10到15个，而且她产子的数量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。这是因为裸鼹鼠是唯一在成年后骨骼仍然会生长的哺乳动物。每次当属后怀孕时，它的椎间盘空间会变得更大一点，然后每次它产子的数量就会相应的增加一点。根据华盛顿史密森尼国家动物园馆长助理科恩斯介绍说，一只属后的巅峰时期，一窝就能生下33个幼崽，每个大约有一颗饱满的芸豆那么大。这种产子量是地球上所有哺乳动物中最大的。最后是非洲琼蛛，这种蜘蛛的繁衍方式向人们展示了大自然的残酷。这种蜘蛛是天鹅绒蜘蛛科中的一种，学名叫做 Stegolepus domicula。这种琼蛛很特别，有违于蜘蛛独来独往的生活习性。它们常常以数百只的数量组成大型家庭群，共同生活在巨型巢穴里，共同捕猎，保卫家园，甚至分担养育后代的责任。这种行为也被称为异亲抚育。这种琼蛛寿命很短，只有1年，一生只能繁殖1次，而且只有40%的雌蛛能够最终繁殖成功。加之生存环境恶劣，因此整个族群把延续下一代当作最重要的任务，刻在了基因里。为了这个目的，不仅仅是生育小蜘蛛的母猪，那些和母猪关系较近的闺蜜，被称作处女猪的未交配的雌猪，也会竭尽全力地照顾姐妹的孩子，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。当母猪产下的卵孵化后，所有的雌猪会开始在体内生产营养液，并反刍给小蜘蛛。到最后，雌猪们会连同自己的内脏一起液化，用来喂养小蜘蛛。这时，小蜘蛛们就会爬到它们身上，把它们吃掉。伦敦动物学会的研究员乔安妮·休拉尔表示，尽管这种食母行为在自然界中很罕见、很残忍，但是经历了几代的进化，这种方法也确实帮助某些物种得以生存下来。实际上，无论是人类还是动物，母爱的伟大总是令我们心头一暖。这种根植于生物基因中的感情，不仅是某种本能，也是动物区别于植物的重要特征。非常感谢您看完本期万物灵，欢迎点赞、评论、加关注。您的关注是熊探长探秘的最大动力。